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月9号，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HSK 第2集的词汇。好，那欢迎各位同学参加理查老师的直播课，每天晚上台湾时间每天晚上的9点，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习中文。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又画那个屏幕又反了，调整一下镜面。OK， 好的。今天老师跑了8227，中文要怎么说？8227，我们再看一遍。好，欢迎大家8227。好，林子问老师台湾冷不冷？今天开始变冷了啊，不过还好，听说日本跟韩国更冷，对不对？哇，零下30几度哎，好可怕哦。台湾还好，不过今天开始变冷了哦，所以老师要穿外套了啊，开始要穿衣服保暖。秀珍说准时上直播课，这是很好的习惯啊。好，那我们再看很多同学Jenny 裴静Benny 欢迎 Hardwin 立新各位同学欢迎你们。好裴静林子8227步非常好。宋平欢迎立新8227，春娇Sicom 8227 Hello Simon 欢迎 Simon Simon 也很支持老师。好8227步好8227步好，非常好，大家都答对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准备来上课了数字如果有空位念0，比如说2001 2001 OK 2001没有错。如果是念年份的话2001年是 when we talk about the year OK 那一般来讲念数字是2001 20.7块20对，因为2010 20我们本来就会念20所以这个10位数的数字我们本来就是念10 20 30本来是这样念的20.7块20块7毛对，我们不会说20.7块，不会，的确不会2块7毛钱，因为不是数字嘛因为我们低于1元的我们会用毛，对不对？1毛钱2毛钱，对不对？所以我们说20块7毛钱，我们会这样说20块7毛钱因为一般的数字数学上的数字我们会念20.7，但是谈论到钱的时候，我们有钱专用的单位，元或块，再来是毛，再来是分，对不对我们有钱专用的这个单位所以会不一样。好 OK 我可以说你吗？可以跟我聊天吗？对不对星期五是聊天课。好，不过有同学是林贝利是巴西人欢迎你，巴西的朋友。好的OK Hello 月莹来了，欢迎。我们现在来上课吧。好，今天要谈论一个大家可能不太容易区分的词汇就是坏处。第二个缺点。好，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两个词汇在英文好像都是 shortcoming 或者是like disadvantage， 那到底有什么不同老师今天来说明一下这两个词汇的不同。好，我们先来学其实 HSK 2级里面的词汇是坏处这个字，坏处 disadvantage， 或者是比较像伤害了什么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负面的地方，坏处。好
熬夜的坏处很多，熬夜的坏处很多。好，这里你可以用熬夜的缺点很多，也可以啊，这里可以用缺点啊，熬夜的缺点很多，熬夜的坏处很多。好，坏处就是它的缺点啊，就是它的 disadvantage。啊，熬夜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晚上不睡觉。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熬夜的人呢？熬夜就是晚上不睡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晚上睡不着，他失眠了，所以呢，他会熬夜，或者他的工作是在晚上，他是在夜间工作，所以他必须熬夜。有的人是因为有失眠的问题，所以他会熬夜。熬夜就是晚上不睡觉。开夜猫子，我们就是夜猫子就好了，当夜猫子啊，当夜猫子的坏处很多。我们不说开夜猫子啊，我们说当夜猫子的缺点很多。佳佳说确实熬夜对身体不好，第二天就没精神了，真的啊。好的，我们再往下看。不过其实呢，好处、坏处、优点、缺点，它还是有不同的啊，它还是有不同的。Jessica 问老师，每天都开直播吗？是的，每天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处跟坏处。好处当然是好的部分 ，good part， 对不对啊？其实这个处是地方的意思哦 ，place 地方的意思，好的地方好处 advantage， 坏处是不好的地方，所以是 disadvantage。好，做一件事情好或坏的影响哦，这个好处坏处强调的是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可能是好的影响，可能是坏的影响。所以你做某一件事情会产生好的影响，那就会有好处；做某一件事情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坏的影响，那么就是坏处。好，这边有一个重点，一般来说是不用在人或物品上面的。你不可以说理查老师的好处很多，很奇怪。一般来讲不用在人上面，理查老师的好处很多，不行，不可以直接用在人上面，不可以啊。好，比如说用在物品上，这个手机的好处很多，有点奇怪啊。我们一般是做某一件事情的啊，做过了这件事情是你做出来之后，它可能会有好的结果跟不好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用好处坏处。一般来讲，好处坏处不用在人或者是东西上面。这个手机的好处很多，很奇怪，但是你可以说理查老师的优点很多，可以。优点跟缺点可以直接用在人或物品上面，所以优点跟缺点，人事物的好或坏的特质。什么叫特质？就是 quality、nature、characteristic 特质啊。那所以各位同学，理查老师的优点就是有恒心，理查老师的优点就是很老实，理查老师的缺点是很懒惰，理查老师的缺点是什么什么，你们可以自己举例。它可以描述人、事或物的好坏特质。主观性强，什么叫主观性？就是 subjective， 也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主观性就是你自己觉得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觉得理查老师个性很不好，这个是他的缺点啊，这个是你自己的主观性，你自己觉得主观性特别强啊。好，听得懂，并不是客观的啊，主观就是你自己觉得叫主观，你自己的想法叫主观。那如果呢，你是用一个客观的角度，那表示你会去分析这件事情，科学性的、理性的去分析这件事情，英文叫做 objective。主观性是以你自己为观察的角色去判断一件事情，客观是你用比较这个公正的立场、比较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啊。好，所以主观跟客观啊。好，那所以各位同学，
其实老师要告诉你哦，其实优点跟缺点是包含好处跟坏处的，因为优点跟缺点也包括事，对不对？做某一件事，所以优点跟缺点是更常用的啊，优点跟缺点是更常用的啊，因为优点跟缺点也可以去描述一件事情的好跟坏啊，所以人事物一般来讲，我们用优点跟缺点不会有问题啊，但是好处跟坏处通常是做某一件事所发生的好或坏的影响啊。那各位同学，你可能觉得老师我还是听不懂，没关系，我们现在来多做题目，你就会比较了解了哦。等一下，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哦，谢谢 Jessica， 谢谢，太棒了哦。熬夜让我们工作没有精神，熬夜让我们工作没有精神哦。好，某事就是certain thing， 就是你只是不是固定的一件事情啊 ，certain thing， 你只是举例而已，做任何一件事，你可以说是任何一件事情，某一件事情啊。好，好的 ，OK， 好，我们来看句子，他人很好，唯一的什么是太害羞了，像我一样，唯一的 ，the only， 唯一的就是那个 only， 就是那个，他人很好 ，he's a nice person， 唯一的什么是太害羞了，太内向，太害羞了。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呢？他人很好，唯一的缺点是太害羞了。他人很好，唯一的缺点是太害羞了。这里可不可以用他唯一的坏处？不可以。好，所以各位同学，人一般来讲，好处坏处是不用于人或物品上面的，所以你一定要用缺点或优点啊。那害羞一定是个缺点，对不对？害羞应该是个缺点，对不对？好，他人很好，唯一的缺点是太害羞了。好，downside， 理查老师的优点是从不厌倦的，天天都做直播课。就说理查老师的优点是每天都做直播课就可以了啊，他从来不放弃啊，他永不放弃，他很坚持，他很有恒心啊，他很坚持，他很有恒心啊就可以了。好 ，OK， 我们多做题目。来，第二题，这个手机的什么是拍照功能很好？好，什么叫拍照功能？你们的手机是不是都可以拍照？所以拍照功能指的就是手机里可以拍照的那个 function， 这个就是拍照功能。我们现在的手机都可以拍照跟录像，对不对？这个手机的什么是拍照功能很好 ？OK， 你最好戒烟，抽烟对身体有很多坏处。Very good， 对。那这个 Mandarin 这个句子就不太适合用缺点啊，因为抽烟是做某一件事情啊，抽烟是做某一件事情，所以 Mandarin 这个句子最好用坏处啊，最好用坏处，因为抽烟是做这个动作产生的不好的影响，对不对？产生的不好影响，所以这个好处坏处通常是一个 effect，good or bad effect 啊，所以这个 Mandarin 这个句子啊，我们就是用坏处是最好的啊。好，这个手机的优点是拍照功能很好，这个手机的优点是拍照功能很好。好的，没有问题。所以各位 Hello 白兰，所以各位同学，手机是一个物品，对不对？你要强调的是它好或坏的特质。哦，它的拍照功能很好，这个特质是好的，所以我们用优点，对不对？我们在讲的是手机的一个特质功能，对不对？很棒，很好，优点。这个手机的好处，一般不会这样说话，不会啊，不会。这个手机的好处不会啊，所以好处跟坏处一定是做了某一件事情之后
产生了好的影响或坏的影响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题。每天运动有很多什么？每天运动有很多。好，这题的句子应该没有问题啊。运动就是 exercise， 对不对？ Every day， 每天运动有很多什么？ Has a lot of。 好，你觉得每天运动有很多什么？每天运动有很多好处。每天运动有很多好处 ，very good， 很好。每天运动有很多好处。那各位同学，每天运动是不是做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对不对？你如果做运动，每天运动的话，你的身体会健康，会有好的影响，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用好处，因为运动算是做某一件事情啊，所以每天运动有很多好处。那有人会问老师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说每天运动有很多优点？可以，听得懂，没有问题啊。每天运动有很多优点，可以。不过老师建议你，我们还是用好处是最好的答案啊，因为做某一件事情产生好的影响，我们就用好处啊。所以当然你用优点，我不能说你错了，一定是听得懂。不过好处是更好的答案，好处是更好的答案啊。好 ，OK， 我们来看下一题哦，这题有点难哦。每天上直播课有很多好处，对呀，我们一般不会说每天上直播课有很多优点，很奇怪哦，因为上直播课是做某一件事情产生了好的影响，比如说你的中文进步了，对不对？好。OK， 当警察的是什么？好，各位同学，当警察的是什么？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好，当然你可以说当警察有好处、坏处或优点、缺点，对不对？那你会选哪一个？你会选好处、坏处还是优点、缺点？你会选哪个答案？当警察的缺点是什么？当警察的好处是什么？好，当警察的优点是什么？当警察的好处、坏处是什么？好，那这个当警察的优点是什么？好，各位同学，这题当警察的好处、坏处是什么？这一题都可以。这题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哦。当警察的，我如果问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说好处坏处会比较好。当警察的好处是什么？做一件事情就是当警察这件事情。你当了警察有没有什么好的，对你的人生有没有好的影响？对你的人生有没有坏处？当警察的坏处是什么？当警察的好处是什么？好，那如果你说优点，当警察的优点是什么？当警察的缺点是什么？我觉得也可以我觉得这一题的话，这两个答案都可以选这两组答案都可以选你可以把当警察当作做某一件事情，你也可以把当警察这个有一个主观性的判断有一个主观性的判断也可以这题都可以，这题是两个都可以的两个都没问题，都可以，意思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可以，意思也一样在这一题里面都可以，因为你可以谈论影响，你也可以是说影响对你的人生的影响，你也可以说当警察这个职业的特质，这个职业的特质是好还是坏，所以都可以，这一题两个都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所以这题都对，意思也差不多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两个词汇是可以交换使用的，有时候是可以的，有时候却不行，所以你就必须要去了解一下。通常你是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好处坏处，像刚刚说的抽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个时候就不要用优点缺点了像运动会有好的影响，对不对？那我们就用好处坏处
这位警察很漂亮。对，好，来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请老师喝咖啡。好，那当商业，什么叫商业？商人吗？ businessman 商人。当商人的优点是什么？当商人的缺点是什么？可以啊。当商人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也可以，都可以。看你强调的是影响，还是你强调的是这个职业的特质。好，那各位同学，我觉得呢，我们再多练习一下。好，优点的这份工作是薪水高，缺点是每天要加班。好，薪水，每个月你工作，老板会给你钱，这个钱叫做薪水。好，每天要加班，加班表示你在正常的时间不能够下班，你可能要在公司工作到晚上很晚很晚的时间，这个叫加班 work overtime。 好，各位同学，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好，当然我们讲的是这份工作算是物，对不对？它的特质好跟坏的特质，你讲的不是它的影响，对不对？你讲的是它好的特质是薪水高是它的特色，每天要加班也是它的特色所以这边我们用的是优点缺点这份工作的我们就比较不用好处坏处这份工作的优点是薪水高，缺点是每天要加班，很好。这份工作的优点是薪水高，缺点是每天要加班，裴静。这份工作的优点是薪水高，缺点是每天要加班。所以各位同学，当你想要分析某一件事情、人事物的特质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做这件事情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你就可以这样说。你可以用很地道的中文去分析一件事情。我觉得学习中文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你也可以说，我觉得学中文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学中文算是对不对？做一件事情那也可以用优点缺点没问题。薪水跟工资一般来讲薪水是比较正式的用法每个月领到的钱叫薪水。工资的话，我一听到工资，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是做苦工的，他是 labor， 然后他可能是领日薪那种所以薪水通常是上班族会用的词汇。工资可能他是打工仔，对不对他可能是打工人，他会领工资基本上是同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我们再看下面。好，这边再考各位同学要用哪一个了我老公的是诚实和幽默。好，诚实就是不说谎，幽默就是说话会让人笑。幽默是很好的特质，对不对？诚实也是个很好的特质。你们女生呢，希望男人都会诚实，对不对？不要说谎话好，我老公的是诚实和幽默。好，请问答案。我老公的优点是诚实和幽默。好，我老公的优点是诚实和幽默。好，这一题就不可以用我老公的好处是，不对一般来讲好处是不用于人或物品上面的一般来讲是不会的。我老公的优点是诚实和幽默。好，那各位同学，甚至现在母语者都随便用了有的母语者会说我老公的好处是诚实和幽默，有的母语者他就会这样乱用所以现在已经慢慢的有一点连母语者都随便用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计较它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是连母语者有时候他都会用一些不地道的中文去说话了，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听到有母语者说我老公的好处啊是诚实和幽默，其实都完全听得懂，但是他的意思就会有一点偏差，有一点奇怪，但是是可以沟通的，沟通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学比较严格的，你可能是一名汉语老师，你可能你要教学生，其实他们之间还是有蛮大的不同哦。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啊。最后一题，网络购物的什么是方便快捷？好，在台湾我们会说网路啊，网路购物的什么是方便快捷？方便就是 convenient， 快捷就是速度很快，通常用在寄信啦，或者是送外卖啦，这种送快递啦，我们会用快捷这个词汇。一般来讲，平常很少用，特别用在寄信的速度很快，送外卖的速度很快送货的速度很快，我们会用快捷快捷这个词汇比较少见网络购物 shopping online， 网络购物的什么是方便快捷？网络购物的好处是方便快捷。好，网络购物的好处是方便快捷。好 ，OK， 各位同学，在这一题呢，你可以把网络购物当作做某一件事情，对不对？可以。你也可以把网络购物当作单纯的一个事情，也可以。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都可以，都可以，都听得懂。网络购物的优点，那你讲的是你在说网络购物这件事情它的特质。网络购物的优点是方便快捷，可以。你也可以把网络购物当作做某一件事情产生的影响，比如说网络购物我就可以很快的拿到东西啊，这个影响是好的，那也可以。所以你说网络购物的好处是方便快捷，也可以哦。这题两个都对，两个都对哦。两个都可以。好，各位同学，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老师，那母语者也都随便用了，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随便用？当然，你想要随便用，其实都听得懂，都听得懂。在这里，老师告诉你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一般来讲，好处坏处是不用于人或物品上的，这个是最大的区别，这个是最大的区别。所以各位同学，你可能看了今天的课，觉得老师我还是不懂这两个词汇有什么区别。没关系，你现在只要记得，如果你说到人或物品的话，我们就用优点缺点。优点缺点，比如说裴静的优点是很诚实，很努力在学习中文。好，所以优点跟缺点可以用在人或物品上面，可以。你不可以说裴静这个人的好处是什么？不可以很听起来很奇怪。好，那单纯用在物品上，这个茶杯啊，这个水杯的优点就是它很坚固耐用。你不能说这个水杯的好处，不可以。这个东西物品嘛人或物品我们就用优点和缺点，其他的大概都可以这个交换使用交换使用。好，对，每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你不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好处跟坏处，很奇怪。所以最大的不同就是优点跟缺点可以直接用在人或物品上面，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好，结婚的坏处比好处多，可以结婚的优点比缺点多，其实也可以所以大家会觉得最大的不同还是在这里，用在人或物品上就请你用优点跟缺点，其他的话其实差别不大，差别不大。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好，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直播课之后留个言老师会回复你。那今天的课呢，其实好处坏处优点缺点它的差别性不是那么大，但是还是有不同。
最大的不同老师刚刚告诉你了，如果你用来描述人或物品的特质，就请你用优点缺点，这是最大的不同。好，明天见。听得懂吗？有点难对不对？这个其实真的很难区分。好，拜拜，明天对，老师可能明天要请假，明天要跟各位请假一天，老师到时候再录一个视频给大家，告诉大家明天可能老师有事情，可能没有办法上课。好，拜拜。